好好的叹什么气呀？义父，我看你真的是老了，没力气了，连棵树都打不倒了。估计你有所不知，刚才义父这一拳是用了7股不同的劲力组成，有刚劲阴柔，柔中带刚，刚中带柔，横出直送，内缩。这拳叫七伤拳。七伤拳？我看也不怎么。哇！义父，你好厉害啊！义父，你教我七伤拳吧。不行的，不行的。义父，你教我七伤拳吧。都说不行了。哎呀，义父，你教我吧。无忌啊，我告诉你，这七伤拳，每练一次，就会伤害自身的内脏1次。所谓七伤拳，每次要先伤了自己，再能伤及到敌人的。你义父就是在练七伤拳时，心脉受损，所以我有时候会兽性大发，难以抑制。哦，怪不得义父你没事儿就发疯呢。那你还学不学啊？不学了，不学了。不行的，你说过了学就一定要学的。义父，我不学了，学了会变成一个小疯子的。这就对了。一个小疯子和一个大疯子有什么不好啊？不学了，我不学了。无忌，无忌啊！不学了。无忌，你去哪儿了？哎呀，义父跟你开玩笑的。无忌，义父救我！义父！无忌，无忌！无忌！救我！无忌，你在哪儿？义父来救你了！救我！都怪我，全都怪我！无忌他没事的，你不要再自责了。我不逗他，他就不会搞成这样。义父，义父。无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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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义父在这儿。你放心，义父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的。难得你们夫妻还看得起我，与我结义金兰，叫我大哥，还让无忌拜我为义父。在这个孤岛上，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。我还有什么秘密不可告人的呢？在我小的时候，我拜在一个武功极高的人门下学艺。他见我聪明伶俐，所以对我宠爱有加。他毫无保留地将他的绝学倾囊传授于我。所以说，师徒感情如同父子，这话一点不错。等我役满，出师远赴西域的时候，结交了一帮大有来历的朋友，蒙他们看得起我，有我兄弟相称。索索，索索，你父亲白眉鹰王就是那个时候与我结义金兰的。我听我爹曾经说过，后来，大哥，没事。胆大当婚，在我28岁那年，我娶妻生子，我们一家人过得其乐融融，生活得非常快乐。可是，
有一天，师傅，拜见师傅。徒儿，快起来吧。我师父是一个披着人皮的畜生，我忘不了7月15那天所发生的事。不顾师徒之情，竟然趁着我9岁，对我妻子施暴。世间荼疾，从所未闻，这可是天人共愤的大恶事啊！我妻子宁死不从，她大声呼救，我爹听见声音就冲进房中。师父见事情败露，就打死了我爹，跟着又打死我娘。最可恨，他将我刚满周岁的儿子谢无忌。谢无忌，别多嘴，听义父说话。无忌，义父，我没说错话。过来，你过来。无忌，义父就是因为太思念我的亲生儿子，你爹娘才答应我给你去年无忌。啊！没想到！等我醒来的时候，师父已经不知去了哪里。满屋子都是死人，我对天命冤，为何苍天无言，要我承受这样的痛苦？为什么还要我苟活于世？我心里从那时候起只想复仇，我要报仇，我遍访名师，废寝忘食的练功，3年、5年、10年，我每次找到他的时候，都是重伤收场。直到我得了一本《七伤拳全谱》，我全心练习，只可惜，却再也找不到他的踪影。天下之大，何处去寻？仇恨淹没了我的理性，愤怒之下，我到处作案，无所不为。每做一个案子，我就在墙上留下师傅的名字。原来三叔就是慧元霹雳手陈坤的弟子。怪不得你每次失心发狂，口中都念着陈坤呢。我冒着陈坤的名字作案，就是要被他除灭，但他始终不肯出现。纵然武林中有1000万人到处寻访他，我跟你提过的。少林的空剑大师，就是那个时候找到我，说是有陈坤的下落。谁知他竟以死来感化我心中的怨恨。我一直为这件事研究于心。我得说句公道话，大哥。那么许多人无辜的伤亡在你手上，那些往生者，还有未亡人，不是很可怜吗？
我呢？我一家人都被陈坤害死，他们不无辜，不可怜吗？三叔，据我所知，这些案子居然而起，居然而止。后来，你找到陈坤了吗？没有。不过，我相信他一定会出现。我夺屠龙刀，就是想参透其中的秘密。我有屠龙头在手，就不在乎陈坤。9年来，我夜思日想，毫无线索。今天我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了，我感到舒服多了。无忌，义父，无忌，从明天起，我会好好的盯着你练功的。慢点吃，小心噎着。娘，我还要。你呀，越来越会吃了。小孩子正在长嘛。来，终于等到转北风了。翠山，翠山，翠山，翠山啊！翠山，转北风了。翠山，终于转北风了。终于转北风了。我说义父，我们为什么要等转北风啊？不用多久，你就可以回归中土了。你开不开心呐？为什么要开心啊？为什么要回中土啊？也是啊，这孩子从小在孤岛上长大，除了我们3个，谁也没见过。翠山，一定要快。潮退了之后，就出不了海了。